为了让钢钉穿透木板，男人必须5发全命中钢钉，不然贵族们丢掉的是比赛，男人丢掉的则是性命。第2关是子弹反弹，男人必须射击前面的钢板，经过2次反弹后击中自己的右肩膀。第3关难度升级，主持人将一个银杯放到男人头上，同样是子弹反弹，这次反弹后击中的目标是头上的银杯，稍有偏差，男人就会一命呜呼。这就是早期贵族们之间的决斗，在其中一把手枪装上子弹，经过主持人交换过后，掷硬币决定哪个男人先选。对手先选了其中一把，列夫拿剩下的一把，2人同时举枪互射，倒下的那人视为失败，可身为决斗者的列夫却选择放下武器，让对手对准自己的太阳穴。很幸运，列夫脑袋的枪没有子弹。现在轮到了列夫。这就是真男人之间解决矛盾最简单的方法，随时挑战，不受法律约束，扣动扳机后恩怨一笔勾销。列夫就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决斗名声显赫，他每次都能在决斗中活下来，并获得金主赋予的大额奖金。也正是因为他如此幸运，如此出名，这天一名雇主找上他，原因是前几天慈善基金举行拍卖会，其中一贵族和另一名因为拍品闹了矛盾，他们相互约了决斗。可由于其中一贵族只有一只手臂，这在决斗上是不公平的显现，所以他花重金雇佣了列夫。决斗方式是2人各自手持一把武器，中间隔着屏风，2人完全凭借感觉开枪。Раз, два, три。射击结束，列夫又用一枪结束了对手的性命，他又赢得了一场胜利，如约拿到奖励。看似列夫大获全胜，可就在他刚离开决斗场，列夫却突然倒了下去。原来列夫在刚刚的决斗中也已经中枪，子弹击中了左侧肩膀。医生检查发现，子弹击中了动脉，却没有大出血，是因为子弹击中动脉的同时，也卡在骨头间堵住了动脉，这才让列夫能撑到回来治疗。随着手术刀没有麻药的切入，疼痛感也让列夫想起了过去。当时因为海难，列夫的船在海上解体，飘到了一处荒岛上。奄奄一息的他被当地的原住民发现，他手里紧紧握着一个铜牌照片。原住民将他带了回去，他们在列夫满是伤痕的背上涂上神秘药物，然后将他推进了一个天然药池中。经过药池的浸泡，列夫的伤口明显已经愈合。原住民将他紧握的照片还给他，可谁知下一秒是流浪的海盗，他们抢走了列夫的铜牌照片，还要开枪杀死列夫。然而诡异的是，海盗一连开了几枪都没能发射，于是他只能拿出匕首，用力刺进列夫的胸膛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番近距离接触，给了列夫反击的机会。他趁机抓住海盗的手，奋力将其推倒，然后拔出匕首直奔海盗颈动脉。接着他又拿起海盗的步枪直奔另一名海盗脑袋。解决完2名海盗，列夫又拿起步枪准备开枪杀死最后一名。神奇的是，明明刚刚哑火的步枪现在威力竟然奇大，他杀死了所有海盗，拿回了自己的铜牌照片。回忆完这些，列夫胸口的子弹也已经被取出，可就在医生刚给他缝好伤口，几名贵族护卫队就闯了进来，他们带走了列夫，带到了贵族们的宫殿。宫殿上，审判官宣读了一份文件，内容是列夫是一名逃兵，他在押解犯人的途中利用海难伪造死亡，然后化身来到这里当起了决斗者。还有就是列夫所幸的姓氏在沙皇麾下的家族中属于贵族，但在贵族中认识列夫的人都不认识面前的列夫。面对质疑，列夫没有说话，他反而是拿出一把左轮手枪，接着将子弹卸下，只留1颗，然后他又让面前的弟弟转动轮盘。很明显，列夫又想玩他擅长的决斗这一套，因为这个方法只要其中1人吃掉子弹，那么剩下的那个人说的就是真的。可他们一连进行了3轮都没有击发，现在还剩最后1轮，要么胜，要么死。这时弟弟却突然开口说他是不是真的，列夫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够胆量，但列夫却根本不听。列夫离开了城堡，不过在他登上马车上时，弟弟也走了上来，因为他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列夫，所以他只想知道是不是列夫杀了自己的哥哥。原来就在列夫在荒岛上伤势恢复后，他又回去翻找了沉船的遗物，然后他就在一个军官身上发现了一个护照，所以他便利用这个护照改名换姓来到了这里。随后科切夫来找到了一个男人，他是科切夫当决斗者的老板，也只有他知道科切夫根本不是列夫，所以科切夫认为肯定是老板暴露了自己，他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，可老板根本不回答他的问题，于是科切夫忍无可忍，就直接上手拔下了老板的牙齿，然后又用烈酒强行灌进他的伤口。在几次3番的折磨下，老板交代了。一听这个名字，科切夫顿时呆住，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噩梦。当初自己之所以会满身伤痕漂流到荒岛上，全都是拜伯爵所赐。当时还是军队上尉的科切夫被伯爵陷害，他不仅被免去军职，还被赐予鞭刑，承受了9981鞭后被流放。想起这些，科切夫气不打一处来。但现在他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，所以既然伯爵再次找上门来，那么他也决定开始自己的反击。首先，他利用了贵族中男爵好赌的嗜好，设局让男爵欠下自己巨额赌注，然后男爵会因为还不起赌注，他就肯定会选择和自己决斗。再加上自己
己在决斗圈就是王者般的存在，男爵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，那样柯切夫就会引起男爵的妹妹的注意，而公主就是伯爵现在看上的女子，只要能和公主接触到，柯切夫就能一步步靠近伯爵。果然，就在男爵和柯切夫的决斗消息传开后，公主找上了柯切夫，她恳求柯切夫放过自己的哥哥。公主无奈又找到了伯爵，并恳求他出手干预。为了心爱的女人，伯爵同意了。时间来到决斗这天，所有人如约而至。可就在进场的时候，男爵竟然摔倒，打掉了枪里的子弹，这就意味着男爵失去了再次发射的机会。接下来面对柯切夫，他必死无疑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柯切夫的子弹竟然击中男爵手里的枪，然后反弹击中了他旁边的属下。柯切夫选择离开现场，但也就在他刚出门，一把手枪赫然顶在了他的脑门上。是伯爵早就带人埋伏在了这里，但他却没有杀了柯切夫，只是留下警告说，如果柯切夫还敢继续下去，自己一定会杀了他。Ты Колычев не дворянин, ты убийца, пес. Дворянин не примет вызова от собаки. 第二天，柯切夫在港口的废船上醒来，显然昨晚伯爵的羞辱让他很不爽。醒来后，他发现男爵带着公主已经守在了这里。他们知道柯切夫是伯爵的敌人后，于是便想和柯切夫交朋友，一起合作杀掉伯爵。原因是公主根本不喜欢伯爵，但因为族中长辈的意思和伯爵现在势力庞大，所以即使他们是皇族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可如果他们现在交朋友，将他纳入皇族，那么柯切夫也就是贵族的一员，这样他就有了和伯爵决斗的资格。听完这些，柯切夫心动了，毕竟杀死伯爵一直都是柯切夫的心愿。因为当年伯爵不仅诬陷自己，他还侵犯了自己母亲，导致自己家破人亡，自己到死都紧紧握住的铜牌照片，就是母亲生前唯一的遗物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一天晚上，他们乘坐同一辆马车回去之时，柯切夫刚下车就被人从后面打晕过去。男爵见状想下车阻拦，却也被杀手乱棍打死。公主吓得瘫坐在车上不敢动弹，杀手当着他的面将柯切夫拖走了。这一切都是伯爵在暗中派的杀手，但也就在杀手要敲死柯切夫的时候，他醒了。经过这一番暗杀，柯切夫和公主都知道，他们现在必须要杀死伯爵。柯切夫答应了，但想要快速成为贵族，拥有挑战的资格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他和公主生米煮成熟饭。然后就在他们坐车回去的路上，公主将自己交给了柯切夫。有了资格后，柯切夫来到了一个武器店，他挑了一把威力最大、精准度最高的武器。然后就在贵族们聚会的这天，他单枪匹马闯了进来，所有试图拦下的人全都被无情击杀。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和伯爵决斗。在众人的起哄下，伯爵只能选择和他决斗。两人来到墙角区域，站好位置。伯爵率先扣动了扳机，然后公主流着眼泪离开了。和他同行的还有柯切夫。那一刻，他喜极而泣，是柯切夫赢了。但就在他想拥抱柯切夫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柯切夫手上全是血。解开柯切夫的衣服后，赫然看到他的胸口上镶嵌着一颗子弹。他之所以能扛下这致命的一击，全都是因为妈妈的铜牌照扛下了所有伤害。